俄罗斯战争机器全面开打，出动了包括它的弹道飞弹、无人机狂轰，在这几天狂轰基辅哦。那么普丁呢，现在掌握了战场的主导权之际，乌克兰的部分也同样攻势非常的强烈，他出动他的长程无人机突破了2700公里来做反击。同一时间，今天会关心的另外一个议题，还包括了中国是否有伸手要介入在俄乌之间的调停呢？今天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欢迎观众朋友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做互动。如果您认为这一场俄乌战事打到现在，目前为止俄罗斯比较占优势，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乌克兰看起来比较占优势，留言写2，跟我们一起做更多的互动。好，我们就来关心到是现在呢，乌克兰最大的问题，上次我们也聊过了，就是它的防空拦截系统严重的短缺，所以俄罗斯再度的趁这个时候升高他们的攻势。最新消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俄罗斯连夜的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发动的这一场大规模的空袭，除了发射它的弹道飞弹之外，更是出动了大量的喷射动力无人机，而且是全天候的袭扰，造成了3人死亡，还有数十人受伤。基辅在这几天是遭遇了2022年，也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打起来以来最猛烈的一场袭击，这是来自于基辅市长的最新发言。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次呢，俄罗斯的攻击目标来自于这个乌方的说法，已经不是只是在军事设施了，它开始扩大它的攻击范围，包括到了民用的基础设施，还有包括在首都它的救护站大楼等等。街头上大批的居民则是呢抱着他们的床垫，而且也开始携带各种的日常生活用品，躲进了地下的避难所。看起来在当地的状况已经非常非常的惨烈哦。整体来做一个统计，俄罗斯光是本月7月份的大轰炸，已经造成当地乌克兰当地超过100人的死伤哦。另外一头，我们来看到乌克兰的攻势也同样其实是非常猛烈的。这一次乌克兰的最新消息，它首次采用了这一个，今天等一下我请张将军来帮我们看的这个是升级版本的 FP1 的这一款长程攻击无人机。好，这个长程无人机呢是发动了这个开战以来最具战略威慑力的一个升空打击哦。来自军事专家的说法，他把战火一口气推到了俄罗斯的腹地之内。那我们来看到这款升级版的无人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它主要是透过呢增加它的油箱，可以把它的航程增加，从原本是1600公里大幅增加到2700公里。再搭配这种低成本、大量生产以及抗干扰等等的能力哦，它是可以直接攻击到当地的这个是鄂木斯克的炼油厂。鄂木斯克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它距离前线在俄罗斯的前线只有数千公里而已，被俄罗斯视为是很重要的能源安全大后方。重要的补给其实都在这个炼油厂哦。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袭击，真正震撼这个莫斯科的不只是它的炼油厂受损，而是说俄罗斯长期依赖的纵深等于被打破了。现在可以乌克兰攻击的范围更广了，从莫斯科周边到黑海，甚至深入到西伯利亚内部。好，所以节目一开始请教张将军怎么看？先看俄罗斯发动大规模的飞弹无人机持续的轰炸升级，乌克兰反攻2700公里打俄罗斯的纵深，它的腹地。俄乌谁主导下一阶段的战场？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现在这个乌克兰发动新一波的无人机攻势，对俄罗斯的大后方，尤其是能源设施、能源储藏站来实施攻击，储油槽也好、炼油厂也好等等这后勤设施来实施攻击，让俄罗斯在能源这一方面缺乏，因为缺乏就没发挥强大的攻势，因为作战就是巨大的能源消耗。你所有的战机、飞弹也要燃料坦克、卡车。这些所有的火炮的这个运送，全部都要有依赖这些能源，没有能源就没有任何战力，就是这是非常简单的。那现在乌克兰就对俄罗斯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能源设施，尤其前线的打完了，打后方的，那我认为这是一时的，乌克兰可以取得一时的战术上的胜利，但是我们知道饿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个到最后还是俄罗斯还是会赢，因为俄罗斯它整个战场的节奏还有。他这个对这个乌克兰轮番的报复，尤其是基辅这一方面，那他这一方面是不会持续不会间断，会让这乌克兰在这一方面
会穷于应付，而且所有的战争竟然战场是90%都是在乌克兰，所以乌克兰是吃亏的，因为你在你的国家里面打，那你就是吃亏。那甚至现在我认为俄罗斯要改变一个作战的方式，就是针对乌克兰无人机的组装中心，因为乌克兰到现在为止不会生产零件，它会组装从欧洲各国给乌克兰这些零件，它组装成无人机，然后对俄罗斯发挥攻势，是这样。那将来整个的作战的环境已经改变了，无人机是战场的主角，步兵、炮兵、装甲兵最怕无人机，步兵看到无人机就没辙了，不知道怎么办，对着它就冲过来爆炸。那个炮兵那个火炮，他这个无人机过来对着火炮那个发射的那些几个官兵炸去又没辙了。装甲最怕无人机，它上面挂了这个传家的飞弹，所以步炮装没有用了。将来就是无人机的天下，但是会变成大量的无人机，几百万架无人机都会出来。那这样子的话，看那还有有没有电战能力，有没有办法抗干扰？因为无人机可以做渗透的攻击，它只要做蜂群战术、蚂蚁雄兵饱和攻击，做个渗透攻击，你这个再怎么拦截，还是漏网之鱼就把你毁掉。所以将来的战场的主角，是由平面已经走向立体，那无人机是最廉价的立体作战工具。好，谢谢张将军。那乌俄现在谁比较能掌握整体的战场？等一下也特别请厉将军来带我们看。那其实这场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超过4年的时间了。现在有一个关注的点哦，因为我们觉得非常的特别，拿出来特别讨论。乌克兰的外交部证实一件事情，说外交部长这一位是瑟比加，收到了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哦，可以赴中去这个拜访。那么外界关注，难道中国大陆正式的要介入调停当中了吗？那乌方已经说了，已经向王毅来呼吁，中国应该要支持来推动停火，发挥更积极的一个角色。我们看到乌克兰在这个时候也提出了4大的停火条件。好，CG来看到第一个，要求美国提供具有法律约束的安全保障；第二个，在国际伙伴支持之下，直接派遣部队进驻到乌克兰，保护乌克兰；第三，加入欧盟；第四，要求国际社会提供持续的军事援助。先来看中国大陆它的态度到底是什么？难道经过这么久的时间，终于要介入调停了吗？那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对于俄乌战争啊，你不能光从一个外交动作或一个军事的战术行动你就来这个做推论，而必须你整个包装起来一起看哈。怎么讲呢？我们都知道，其实军事行动一定是跟后续的政治动作有相关联的。那从我这件事情，我们特别从之前俄乌刚开始开战的时候，乌克兰泽伦斯基态度有多强硬了。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时间在2022年双方一开战的时候，中国就是摆出一副劝和促谈的这种，希望双方能够坐下来用政治方式来解决，也提出很多具体的政治解决的一个建议。可是那时候泽伦斯基不理他坚持要打到底认为那时候泽伦斯基会有这种做法。就是他认为有美国当靠山，有北约当靠山甚至于这种整个中间过程之中，他还指责中国说你们提供了俄罗斯相关的军事援助但事实上，中国对俄罗斯你不能说是军事援助了，有一些是军民两用的器材譬如说是这个一些无人机，你是军民两用，那俄罗斯把它拿来做战场上的这种武器但是那时候泽伦斯基就这个来讲，一直在这个指责中国大陆，但是乌克兰自己从来没有考虑到说自己用的无人机也是很多的零附件，很多的晶片也是来自中国大陆，所以那时候泽伦斯基态度很强很硬。那为什么现在泽伦斯基愿意这个在跟中国大陆谈？我觉得从战场上面来看，第一个大概就在上个月这个乌克兰突然对俄罗斯发动了大举规模的无人机的攻击，然后也造成俄罗斯这个在能源方面很大的损害，包括它将近被毁掉1/3的炼油厂，包括到俄罗斯自己是产油的大国，都要回头去跟日本买航空用油，跟这个印度在买油那这次来讲，我们刚刚讲的，它的这种 FP H1 的这款无人机居然可以攻击到2700公里。270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美国的战斧巡弋导弹也不过是打2000公里，它攻击目标比这个美国战斧巡弋飞弹还要远。
那如果说按照这种情形来讲的话，乌克兰在这个无人机的作战上面，我们看出来很明显的在这方面具有优势。那为什么这时候它具有优势，它反而要停下来，去中国，请中国出面来做劝和促谈？我觉得很明显的，他就想要借着这一波的攻势，来这个来达到他要求谈判的一个目的。我们都晓得，你在谈判桌上面你想要到的，你必须要在战场上面也必须要得到。所以泽伦斯基他是不是觉得说，借着这一波的这种无人机的攻势，他可以逼迫俄罗斯来接受谈判？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这时候看到普京已经说他已经夺取了这个库皮扬斯克这个乌东里面3重镇的一个重镇，他已经夺取下来。而且我们看到泽伦斯基已经穿上军服，即将发动一场秋季的攻势。所以我觉得乌克兰打的这场想要借着无人机攻击迫俄罗斯愿意接受和谈，我觉得打的这个算盘可能已经是这个不太可能会这个达成他所望的一个要求。好，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俄乌战争是不是难以停下来了呢？因为刚刚将军帮我们提到了，乌克兰准备好要打的秋季攻势，俄罗斯则是可能很快的要出动他的120万大兵来打下一场的战争。尤其普丁已经表态了，他现在说呢，我的战争目标就是顿巴斯地区还没有完全达成，所以他不会停火。看起来会成为一个长期的消耗战吗？那汉庭又怎么看？先看这个俄罗斯他在普丁呢在6月底统一俄罗斯党大会当中说，俄罗斯处于命运攸关之际。7月3号呢又穿着军装视察，宣布要卢甘斯克全境解放，康斯坦丁诺夫卡完全控制。也就是如果现在停火，那俄罗斯虽然占有部分的土地，但对内就很难宣称我们特别军事行动达到了完成的目标。如果拿下了顿巴斯地区，至少可以对国内交代，我们完成了核心的战略任务。对普丁来说呢，停火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整个政治上的叙事问题。如果依照现在的前线来做暂停的话，那顿巴斯现在剩余的地区，就是我们打了这么多年都没打下来，那未来就永远都打不下来啦，对吧？那你怎么对得起从2022年以来付出这么多，你不都白打了吗？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好歹像样的胜利交给国内。这也才会是为什么近期会有前线的讲说莫斯科内部的人认为我们是不是就见好就收就打到这边为止被普丁立刻训斥。所以普丁认为就是我再多打一打，我就可以拿到更好的停火条件，那当然不愿意坐下来谈。但是这个想法呢，泽伦斯基也这么想。所以这个泽伦斯基说我现在决定谈判的是战场，啥意思？因为目前呢，无人机产能大增这个可以达到几百万架然后呢，它的这个去突袭俄罗斯的炼油厂也生效，导致俄罗斯进入了能源的短缺状态。泽伦斯基觉得我再炸个半年，搞不好你俄罗斯的后方就崩了，对吧？那我晚一点谈，可能可以谈到更好的条件。所以双方现在都认为，我搞不好再撑一撑牌更好我搞不好下一把牌更好。那我干嘛要先急着认输来做投降呢？谁先坐下来谁就亏那但是另外一方面，乌克兰呢，他也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安全保障国际部队什么欧盟要保护我等等的。2026年北约的安卡拉峰会也承诺未来呢还会继续提供军事的这个训练协助跟军事的装备等等的。所以美国跟欧盟的策略绝对不是说今天打完明天就散场，而是要把乌克兰继续武装未来呢继续的去防堵，或者说继续对付俄罗斯。那这对俄罗斯来说又增加了一个拒绝谈判的核心，因为现在2个人打架，如果我们单纯只是说好啦别打了，看起来很容易，但是俄罗斯也害怕说，那你现在打了只是暂时休息，你搞不好休息完之后你又继续打我。乌克兰现在所提出来的也是一个要安全的保证，就是说我如果现在不打了，那你美国跟欧盟要来挺我你挺我怎么挺我？接下来之后俄罗斯不要再来继续打我。所以双方现在其实是2个心情第一个心情是现在我觉得不急着谈，因为我再打一打可能打得更好。那第二个现在不急着谈，为什么？因为谈完之后搞不好你又要来打我，现在只是暂时性的休兵。所以只要双方的这个死结没有办法解开，真正的停火就很难落实。好，谢谢汉庭。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